当众人目睹了他那张本该美丽的面庞，突如其来的恐怖让人们控制不住的呕吐起来。即便是那位处理过无数案件的女警，也被吓得既呕吐又无法停止颤抖。她内心深处的恐惧根源于一个不可思议的事实，那就是凶手在15年前就已经离世，死者被残忍地割断了手指，连同耳朵和皮肤一并被粗暴地撕扯下来。本该安详的遗体却遭受了极尽亵渎的摧残。更让人无法接受的是，这名已故的女子名为叶子。女警正在生动地叙述着案件细节，然而对面的小伙子婴儿却满脸困惑，他不懂这一切与自己何干。仅凭这点就对自己产生怀疑，他感到非常不服。但随着助手播放的那段视频，原本激动不已的他瞬间沉默了，因为视频中与叶子约会的男子竟然赫然是他本人。随后女警的话更是让婴儿对自己的人生充满了疑问。由于缺乏直接的证据，他们不得不在审问后释放了婴儿。助手建议立即将婴儿逮捕归案，可警花却说他一定不是凶手，因为这么残忍的杀人手法，认为凶手必是一个周密且大胆的人。这似乎与婴儿毫无瓜葛，但凭借多年的办案直觉，女警感到婴儿身上肯定有蹊跷。她决定继续对婴儿进行密切的调查。在长椅上，婴儿被吓得汗如雨下，尽管口头上否认这一切的可能性，但他心中也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就是那个凶手。因为今日之事实在太过离奇，昨夜还与自己相拥而眠的女友，今晨却如同人间蒸发般消失了。仅仅是不经意间撞到了衣柜，却出乎意料的发现里面藏有厚厚的现金捆。他本以为这只是女友的一场玩笑，然而连朋友的态度也变得十分怪异。婴儿平素只能负担得起简单的快餐，朋友却用他的卡挥霍，点了最昂贵的套餐。婴儿正准备发怒，却没想到朋友反而比他更加愤怒。朋友声称自己辛苦工作了3天，他只是要求1顿饭作为答谢，已经算是很给面子了。婴儿赶忙掏出了手中的手机，确实如朋友所述，他却完全没有印象，急忙向朋友提出疑问。婴儿点开手机查看日期，屏幕上显示确实是10月22日，他感到彻底困惑。记忆中女友到访是18号，难以理解怎么时间忽然跳跃。想到柜中堆积的钞票，他掏出手帕擦去脸上的虚汗。是否在这失去的日子中，自己真的去抢了银行，又如何与谋杀案有关？一切似乎荒诞不经。他认为警方一定弄错了，这只耳朵的主人难道是叶子？突然感觉手帕里有异物，展开手帕一看，里面的东西让他心悸。回忆起女警的询问，自问是否真的涉嫌凶案。回家后，他凝视着耳朵，陷入沉思，纠结是否应交给警方。突如其来的门铃声吓了他一跳，女友金花到访。这是一根涂满番茄酱的棒球棍。他匆忙将耳朵藏好，抬眼间又被其他物品吸引，他急忙取出来检视，结果令他震惊。还未细看，金花已经进门。他赶忙将球棍放好，辩解说自己在整理房间。吃饭时他心神不宁，想与女友分享当天怪事，但话到嘴边却又咽回。与金花道别后，婴儿沉浸在痛苦回忆里。他回想起自父亲成凶手后，孩子们不再与他玩耍，甚至有人泼他冷水，家门口被人涂鸦诅咒，满门被贴满诅咒之语。最终母亲选择了自尽，留下墙上的遗书。从那刻起，婴儿唯一的愿望是成为普通人，但因父亲之故，他在朋友中只能扮演小丑。为了融入他们，金花与众不同。在朋友的聚会上，婴儿喝可乐企图取悦大家，可乐的气泡让他不慎呕吐，他的感受无人关心。众人欢笑中，他孤独躲避。金花走到他身旁，他不喜欢无意义的狂欢，理解他的不情愿，他报以会心一笑。在他旁，他感到了真正的轻松。周围是应酬，而他终于可以做自己。目光交汇中，他微笑了，他也跟着微笑了。他的善良让他更难启齿过去。为了保护金花，他决意查明真相，翻找柜子里的所有物品，数着3000万现金，这是他前所未见的巨款。找到一部上锁的手机，打不开，没有密码。钱包吸引了他的视线，打开钱包一探究竟，发现带有自己名字的图书卡，意识到这可能是自己的借阅证，想到利用借阅记录寻找线索，急忙赶往图书馆，插入借阅卡。电脑显示借阅历史，书籍内容让他感到恐惧，他感到恐慌并呕吐，全部都是讲多重人格的，开始怀疑自己患有人格分裂，思考今日所有奇异的事件。T 班的请求，女警提到的已是女友，口袋里的耳朵和血迹球棍，几乎可以确定自己的另一面行凶。为了确认自己的状况，次日早晨他找到养父母，问自己是否有过情绪突变。养母对这突如其来的提问感到困惑，他肯定婴儿一直是个规矩孩子，甚至连一次反抗都未曾有过。目睹养父母的幸福笑颜，丝毫不似有所隐瞒。如果自己真患有人格分裂，为何养父母和女友均未觉察？可能确实是多虑了。婴儿向养父母挥手道别，但未察觉窗外有个女孩正偷窥他。婴儿决意把这些怪事记下，将另一人格命名为 B1。根据图书馆的借阅记录，推测1年前已有奇怪举动，尝试解锁 B1 的手机，以搜集更多线索。正在此时，手机响起了意外的来电。尽管吃了一惊，婴儿还是按下接听键。电话里约定共进晚餐，对方坚持要来接他。无奈之下，婴儿匆忙将现金和球棒藏好。一个无意的警觉，却让他揭开了更深的秘密。一台摄像头悄然位于角落，若非偶然打开了柜子，摄像机将永远不为人知。拿下摄像机，取出了存储卡，急切地查看录像内容。
揭露了他生活的方方面面，与朋友的日常对话，孤独时的自我娱乐，还有与女友的欢乐时刻。突如其来的认知震撼了他。毕一早已开始暗中观察，越看越惊愕。紧急的车笛声打断了他的思绪，婴儿惊跳起来。精彩视频让他驻足观看，手中的鼠标迅速操作，思维也跟着加速旋转。但外头的车笛声愈发紧迫，他不得不关闭电脑，将毕一的手机揣进口袋，走向阳台以平息对方。当他认出来者身份，立刻惊得两腿发软。该男子曾是首领深信不疑的亲信，却背信弃义挥霍了首领的金钱。对于这等背叛者，首领自然有必要施以惩戒。手下断指之际，首领已挑选合适的刑具，寒冷的金属触及肌肤，引发他的战栗，令其恐惧到极点。年轻人因恐惧不敢再看，首领却是诡异的笑了。原来这不过是恐吓。年轻人随众人释怀而笑，但笑容转瞬即逝。年轻人已被惊吓得目瞪口呆。然而首领对他更加敬重，因为这名年轻人叫婴儿，正是名声显赫的杀手八野真一之子。相比其父亲的残忍手段，首领觉得自己不过是小儿科。他向婴儿保证，杀手终究是善人，因古代拷问可净化灵魂，那些堕落女子本就有罪，其父亲不过是在帮他们赎罪。但他对某个女子之死感到愤慨，认为她不配获得救赎。婴儿原本心惊胆战，然而一听到叶子的名字，瞬间冷静。他不久前发现自己有双重人格，另一人格毕一正是这群流氓之一，而叶子正是毕一的女友。他参加此宴会，正为查明叶子之死真相。首领之所以邀请婴儿，也有所图谋，这才是今日盛会的高潮。原来在10月19日，两蒙面男子袭击了运钞车，车上6000万现金被劫一空，显赫一时的帮派至今未破案。两人如抢6000万，岂不是人手3000万？忽然婴儿想起家中存放的现金，那正是3000万的总和，这笔钱一定是毕一所为。婴儿感到了不安。首领声称已掌握了关键线索，运送现金的详细路线，唯有内部高层才清楚，因此明确可以断定并非外来者所作所为，所以作案者必定就悄无声息地潜伏在这群人之中。首领缓缓的目光如刀，逐一审视在场的每一个人，而婴儿却情不自禁地低下了头，避开那锐利的目光。这一举动不经意间在首领心中种下了猜疑的种子。然而首领却伪装无视，继续以戏谑的口吻细说事件经过。在那次袭击事件发生后，只有叶子的行为显得异常扑朔迷离。他开始怀疑叶子与那两个人的联系，但是无论他如何用尽手段逼问叶子，他始终咬紧牙关，拒不吐实。一个小弟灵机一动，突发奇想，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猜测。婴儿悲伤至极，泪水几乎夺眶而出，感到无比的绝望。显而易见，唯有婴儿才是叶子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守护的那个人。首领似乎沉醉于这场如猫戏耗子般的游戏中，乐此不疲。他慢条斯理地取出了叶子的手机，准备深入查看真相。审查了叶子在案发那天的通话记录，不禁眉头一挑。他决定不再犹豫，直接拨打那个号码，现场揭开叛徒的面纱。小弟们情绪激昂，义愤填膺，简直不可遏制。首领也随即选定了一把沉重的榔头，决意给予最终的审判。婴儿松了一口气，暂时松懈了警惕，但叛徒的临终言语突然让他感到无比紧张。叛徒哽咽着说出他仅仅在叶子熟睡时透露了帮会资金丢失的事实。他紧紧抱住首领的腿，带着绝望的泪水声称叶子另有所爱。首领早就推测，手机中那些至关重要的信息肯定已遭人手之擦除。首领之所以上演这场闹剧，其实是为了从叛徒口中挖掘更多的情报。因为人在深陷绝望恐惧时，往往不会撒下谎言。想到这帮人手段之残忍，婴儿知道自己的手指恐怕难以幸免。但叛徒经过长时间的折磨后，仍然对那个真凶毫无头绪。显然他只是在无序的恐慌中胡乱指责。婴儿总算可以放心的深呼吸一下，这场历险对他而言无疑是极度震撼的。见得不到想要的答案，首领不再迟疑地放下了手中的榔头。然而下一刻，他的手中却突然换成了一把更加巨大威胁的铁锤。小弟们蜂拥而至，掌门冷酷地锁定了那男人的弱点。被女性背叛的他，同样不免遭受报复。刚从死亡边缘挣扎回来的鹰，还未缓过劲，就落入更深的困境。昔日形影不离的挚友，如今却纷纷躲避如蛇蝎。即便是同窗好友，也变得异常阴沉。直至婴儿目睹新闻报道，方才恍然大悟，那起轰动一时的凶杀案已成为焦点，他变成了众所周知的杀人犯之子。相似的案件手法，不由得让人怀疑他是不是真凶。更令婴儿痛心的是，他的女友金花竟站在他的眼前，心头涌上一阵委屈与痛楚。于是，一日一早，他向金花提出了决裂。金花愤然离去，婴儿瘫坐在地上，嘴里不断重复道欠的话。实际上，在昨日婴儿最无助之际，金花始终伴他左右，但金花的陪伴反让婴儿意识到自己如同一颗定时炸弹。他害怕自己会变成不受控的存在，更害怕将金花卷入危险之中。因此，只有离开才是对他的真正保护。他也坚定了决心，必须揭开真相，洗清自己的冤屈。依据警方的监控资料，婴儿找到了毕一和叶子曾经的约会餐厅。他拦下了服务员，试图了解更多线索，但服务员对他冷眼相待。作为杀人犯之子，他仿佛人人喊打。婴儿领悟，礼貌的付账离开。但就在付款时，一张卡片悄然引起了他的注意。他查看了那张卡片，首页展示了众多美丽的女孩图像，软件的设计直截了当，叶子的照片依旧悬挂其中。
日记中的耳环与家中的一模一样。英二持续浏览，一个女性的形象突然吸引了他的目光。放大照片，细看那女子，那对耳环与叶子的惊人相似。这位女士或许握有线索，初次尝试上门服务的青年，但她见到女孩便想打退堂鼓。服务员却极尽热情，展示了一箱子的工具，向她保证会提供最佳体验。青年称并没有那么迫切，女孩却开始解开衣扣。她正忙于挂窗帘，却意识到自己上当了。醒来时，发现自己被束缚在床上。她以为对方贪财，未料他实际上意在性命，因为此青年正是她闺蜜的凶手。而她之所以召唤这女子，正是为了探求叶子之死的真相。因为那对耳环竟与叶子所戴者无异，但谁会信这荒唐之言？习惯了男性谎言的娜美，深知男人的口舌乃欺骗之本。她调整了电压至极限，轻触即可令罪人灰飞烟灭。突然，桌上闹钟响起，刚刚还要置他于死地的女子，如今却不回头的匆匆离去。原来婴儿口袋里的钱仅够半小时服务，而女子为避开帮派怀疑，只得如往常一般准时离开，以为此别无期。不料不久后便再度相遇。婴儿刚由开锁师傅解开束缚，便接到了老大的邀请通话。他携带着满袋临时赴约，却被眼前场景震惊得目瞪口呆。绑在椅子上的是个遍体鳞伤的男子，细看之下，发现老大还准备了更多惊喜。曾为他提供上门服务的娜美，如今却跪地泪流满面。这是老大精心策划的陷阱，这正是一场精心布置的局。但这次婴儿误判了形势，老大解释是在调查抢劫案时，偶然揭露了这两人的私情。这里所有女性都是他的私有物，故此男人将面临制裁。惩处权力此次被委以婴儿。老大脸上洋溢着兴奋神色，他期待目睹杀手传人的本领。但见婴儿迟疑未动，老大的神情顿时沉了下来。婴儿面临艰难抉择，下手则同流合污，若不出手，他们必将不放过自己。婴儿心中已有定计，他选取残忍的喷火器，不像那男子。娜美匍匐求饶，他却将他一脚踢开。婴儿做出了错误又正确的选择。随后娜美找到了他，他不仅未来复仇，反而表达了谢意。娜美说面部虽受烧伤，却也为男子止住了血流，否则早已血流不止而死。婴儿略感尴尬，解释他只是在调查案件时偶然在漫画里见到此法。娜美质疑他是否真的是婴儿，因为叶子对婴儿推崇备至，坚信他会将他救出。他所知的婴儿充满魅力，不会有这般模样，这让他确信眼前的婴儿非凶手，那凶手只能是那怪异之人。回想叶子失踪之夜，他们有过一次通话，叶子说曾接待一个怪人，此人付款后无所求，仅是闲聊便让他离开。但那次之后叶子便音讯全无，那就得迅速找到这怪人。婴儿困惑不解，娜美告诉他这是不可能的事，要找到这个怪人，必须得到佐井手中客户资料。佐井之所以生意兴隆，是因为客户群中有众多权贵，为确保客户隐私得到最高级别的保护，佐井对所有客户资料实施了严格的个人监管。此刻局势陷入了一个难以突破的僵持阶段，两人面临这样的困境，也没有找到特别有效的解决方案。但出乎他们预料的是，一位女警突然间为他们解了燃眉之急。一段关键时刻前的监控录像为他们提供了质疑佐井的有力证据，于是他们利用这个证据将佐井送进了警察局里。而娜美恰巧目睹了这一切，意识到了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。婴儿精心伪装自己，悄悄潜入了夜总会的深处，借助娜美提供的专业工具，他轻松破解了佐井的房门。在佐井的个人电脑中，他终于找到了标注有客户信息的那个文件夹。可是他打开文件夹后却发现里面空空如也，不仅那个文件夹，所有的文件夹都一片空白。婴儿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困惑，外面放风的娜美同样感到了意外和困惑。更加让人恐惧的是，刚被逮捕的佐井竟在不可思议之中被释放了。他背后强大的势力使得连警方都显得束手无策，他们精心策划的计划宣告失败。娜美告诉婴儿，现在唯一的选择就是尽快逃脱。然而到了这一步，婴儿发现自己已经无路可逃，两个不怀好意的打手已经封锁了他原本的逃生路线。他考虑通过窗户逃生，但发现窗户被坚固的防盗网牢牢封住。他开始向娜美发出求救信号，却没想到娜美在关键时刻选择了抛弃他。当佐井快步走到门前的那一刻，婴儿还在绝望中挣扎。就在佐井准备打开门的一瞬间，一个小弟突然叫停了他。原来是有人在大厅中放起了烟花，现场已经混乱不堪，制造这场混乱的正是娜美。此举无疑是在争取时间。佐井不禁暗自咒骂这场突如其来的糟糕局面，决定立刻前去处理这突发的骚乱。但仅仅走了几步，他停住了脚步，因为他注意到刚才用来开门的钥匙上沾满了粘稠的胶水。佐井瞬间意识到了房间中可能出现了不速之客，他带领着手下冲进了房间，急于寻找入侵者。但奇怪的是，房间里空无一人，无处不在的寂静让人不安。此时随风轻轻摆动的窗帘引起了佐井的警觉，他细致检查现场，眼前的防盗网已遭粗暴破坏。他迅速指派手下紧追不舍，确信逃犯上在附近徘徊。但佐井万万没料到，婴儿实则未曾离去一步。婴儿对娜美道出了感激之情，然而娜美的一切并非为了援助他，他所做的一切皆因叶子之因。叶子，他生命的至关重要之人。娜美求职之际偶遇佐井，最初佐井向他承诺仅需陪同男性轻松交谈，后来他才意识到事实远非如此简单。他渴望逃离，却遭佐井暴力相向，更以家人安危相要挟。
从此，娜美成为了佐井的赚钱工具。某次服务后，娜美欲寻短见，就在此时，她遇到了叶子。叶子启发她，只要生存，便有逃脱之可能，并传授她生存之道。自此之后，她学着叶子，面带虚伪微笑，等待着那若隐若现的希望。当天，娜美备受打击，欲赴工作之际，叶子将自己的耳环赠与娜美。叶子说，白三叶象征着希望，但娜美害怕接受这份礼物，因为这对耳环来自婴儿之手。婴儿回家凝视那对耳环，心绪万千。他未曾料到 B1 对叶子的特别意义。一则突如其来的新闻吸引了他的注意。报道称，杀人犯八野真一于4月20日自焚谢罪。他灵光一闪，怀疑 B1 手机密码或为父亲忌日。他迅速输入密码0420，手机屏幕顿时亮起，密码竟神奇般正确。他便查看与叶子的聊天记录，最终揭开了那位怪人的真面目。地东大学的教授先在脸上铺好一块毛巾，白灵证人。他尽管身为日籍绅士，却对中国古刑法有着深入研究，继而使用水刑封锁犯人毛孔，使其窒息在水中求生不得。犯人被悬挂在空中，利用重力的猛烈撞击破坏其内脏，这便是与水刑并列的吊刑。犯人痛苦的哀嚎令他颇感满足，于是他选择用极其残酷的绞刑终结这条生命。他将年轻人放下，欲问清真相。下一瞬间，一发子弹贯穿了他的心脏。这位变态终由警方带走。然而奇迹生还的年轻人并未感受到逃生后的欣喜，因为这位女警那果断的一枪与他的计划有些偏差。他抵达了自林的工作场所，正准备悄然潜入，却意外与人猛烈相撞。更出乎他意料的是，对方不仅认出了他，还原来是他的同伴，但他们共同涉及的是另一桩罪行。白灵对 B1 的了解并不深，因此并未对婴儿产生怀疑。通过白灵先生的解释，婴儿终于明白 B1 正策划一场大局。叶子原是被欺骗的流落少女，白灵先生只是他的一位客户。出人意料之中， B1 突然出现并狠打了白灵一顿。但白灵与叶子的见面并非为不可告人之事，因为他的女儿与叶子有着相似的遭遇，而且15年前遭受了残忍的谋杀。多年来，他有意接近犯罪团伙，旨在搜集证据以摧毁他们，这与 B1 拯救叶子的目标不谋而合。因此 B1 制定了一个周密的破坏计划。获悉佐井正与更危险的毒贩交易，他与自林合作劫持了佐井的运钞车，意图利用毒贩摧毁佐井的非法生意，以此解救叶子和更多无辜女孩。但计划成功后，在叶子先行离去时，他被佐井抓获。白灵目睹这一幕后，立刻通知 B1， 但 B1 刚告诉他不要轻举妄动，紧接着便传来了叶子的死讯。这一切的背后原因无人知晓，但不论真相如何，叶子的挚友娜美再也无法坐视不管了。如果白灵先报了警，或许叶子还能活着。他催促自林立即向警方投案。因而同意后，白灵携款出发，显然是佐井杀了叶子。钱柜中也揭示了真相，只需白灵向警方说明一切，问题就能得到解决。但此时却发生了变故。婴儿的手机响了，来电者是意图摧毁佐井的 B1。佐井绑架了婴儿的女友金花，直到发现婴儿给叶子买的耳环，要求1小时内还清6000万。佐井近日调查了婴儿，确定他就是抢劫犯。为了救援，婴儿叫白灵回来，带着家中的3000万即付佐井处。在红灯等待间的瞬间，一片白三叶草吸引了他的目光。他认同 B1 的做法是正确的。佐井手里还掌握着更多无辜者。婴儿脑海中孕育了一个大胆计划，他约出了娜美，让她在自己交钱后拍摄佐井团伙与毒贩的交易，确认金花安全后立即报警抓捕他们。但娜美却忧虑重重，她可以用钱换回爱人，无需冒这个风险。婴儿却安抚她一定会成事，他相信白三叶草会带来好运。然而好运并未眷顾，婴儿按计划与佐井见面，佐井检查完钱后却将他击倒，因婴儿盗取了重要物件，那是他生意中的客户名单。婴儿不解，他却曾企图盗取名单，但电脑空空如也，他如何可能得手？他们相信他的话，猜测婴儿在劫车时悄无声息地偷走了名单，这简直不可能。他如何能一边抢劫一边偷窃呢？劫持运钞车仅仅是一场幌子，而潜藏背后的终极目标竟是珍贵的客户名单。佐井对婴儿提出了不容拒绝的威胁，要求交出名单，否则他将不留情面地立即执行金花的死刑。婴儿此时心中惊慌失措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恐慌，于是他编造了一个谎言，声称那份名单就在自己的家中，并试图诱导佐井跟随自己一同返家取回那并不存在的名单。但真相是，婴儿根本就未曾拥有过那份名单，他在自己的家中假装翻找，其实只是在拖延时间。这一切都是为了给娜美争取宝贵的时间。此时家门外的佐井已经失去了耐心，他对婴儿发起了攻击，把他摁倒在地上，并以死亡相威胁，逼迫他尽快交出那份名单。无奈之下，婴儿不得不继续对佐井说谎，声称只要能够确认金花安然无恙，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将名单交付出来。佐井在一番考虑后，终于答应带婴儿去见金花。然而婴儿心中的计划却被佐井识破，那部开着 GPS 定位的手机被遗留在了家中。在此之后，婴儿被带到一个荒废的工厂，在那里婴儿终于与金花重逢。在确认了金花的安全之后，他屈膝跪在了佐井的面前，坦白自己的谎言。他真的对名单的下落一无所知。被欺骗再次的佐井出乎意料的并没有大发雷霆，相反，他展露出了一丝狡猾的微笑。他轻抚着婴儿的头，略带讽刺地说出了自己的心声。
自嘲自己之所以愿意接受这场欺骗，只因为他们所在的这个地方是一处执行死刑的场所。随后，他将婴儿绑定在椅子上，开始了残忍的水刑折磨，接着又用吊刑继续对他进行肉体上的折磨。他的目的是让婴儿体验生不如死的痛苦。但就在这紧要关头，金花挥起棍子，凭借一记重击将佐井打晕过去，看似险象环生的危机就此被解除。原来，在佐井将婴儿推倒的过程中，不经意间打碎了一瓶酒，碎片滚落至金花脚下。这个意外的小插曲最终帮助他挣脱了束缚，两人随即做好了驾车逃离的准备。然而，在他们试图拿起佐井的车钥匙时，又一次发生了意外。以金花的力量，怎么可能轻易打晕佐井？这不过是佐井精心设计的变态刑罚的一部分。事实上，佐井并没有杀害叶子，真正的凶手就是 B1。在名单失窃以后，佐井立刻掌握了情况，他正翻查叶子的手机，那时有人驾车将他救走。随后，叶子遭到残酷杀害。至于叶子的死因，佐井毫不关心，因为婴儿的生命危在旦夕，婴儿的生命即将终结。但他实际上欺骗了佐井，警察已经围堵此地，佐井这次被蒙在鼓里。他确信自己丢弃了婴儿的手机，警方如何找到此处？原来定位隐藏在装有钱款的背包中，婴儿的手机只是个幌子。他预料到佐井在得手前绝不会真的杀害他。一枚子弹穿透了佐井的胸膛，佐井倒下了。B1即将推出，女孩每日被迫饮用厕所水，还要吃垃圾桶里的剩食，仅因为缺乏爱意，她持续遭受母亲的虐待。她知道父母偏爱出色的姐姐，因此能吃饱已是幸福。狭小的壁橱突然变得漆黑，女孩试图勒死自己，却始终无法自尽。遭虐的女孩最终成长，与父亲的关系逐渐好转。她将一颗草莓丢向地面，撒娇要求父亲吃下。在父亲弯腰捡食时，金花抚摸着父亲的头，满足的微笑，但心底埋藏的杀意仅是开端。她策划了一场完美的谋杀，若非这场普通的见面。那一天，金花和男友婴儿去见母亲，两人欢快地翻看童年照片，聊得非常愉快。但岳母不经意的话让婴儿产生了疑虑，意识到失言的岳母急忙辩解金花一直是好孩子，但只有婴儿知道他的女友金花远非那么单纯。逃离佐井之后，婴儿被紧急送往医院。醒来时，他惊讶地发现自己在家中床上。婴儿并未感到惊讶，他猜到是 B1行动了。他认为娜美可能知道些内情，然而娜美的回答让他困惑不已。婴儿送医之后，白灵主动向警局投案。根据白灵的供词，警方认定佐井为凶手，并当场将其击毙。案件似乎已经画上句号。但令人不解的是，自那以后，白灵突然消失。如果这与 B1有联系，那联系就显而易见。婴儿决定先查明 B1的去向。通过检查地铁记录， B1明显前往了松之丘县。抵达松之丘后，婴儿立即猜到 B1的目的地，一家隐秘的精神疗养院。婴儿的直觉是对的，院方对他似乎颇为熟悉。显而易见， B1不止一次造访。此时，一名精神病患者开始与他交谈，竟然提及已故的叶子。婴儿追问女孩的名字，患者给出了出乎意料的回答，她名叫金花。金花如何会与 B1相识？他紧抓患者的臂膀，迫使其详细说明，但这令本已困扰的患者更加不安。护士试图安抚婴儿，解释精神病患常有异于常人之举，嘱咐他别放在心上。但当他走进诊室时，连医生的举止都异常诡异。他坦白自己是浦岛婴儿，医生却带着职业性的微笑，称是初次见面，并请他多多关照。婴儿不解医生的用意，医生笑称来此就诊的是另一位八野真婴儿。B1继承了父亲的姓氏，对父亲之死耿耿于怀。医生称 B1正治疗分裂人格。婴儿询问治疗方法时，医生陷入长时间的沉默，只说这症状难以治愈。白灵的神秘失踪，病人的怪异言论，加上医生含糊的答复，全都显得异常诡异。诊室外，更离奇的事发生，病人所言竟是真实的，但为何所有人都隐瞒真相？婴儿匆忙逃离，打电话给金花，他的话含糊不清。金花究竟隐藏着什么？与岳母的对话终于让他有所发现。岳母透露他们领养了金花。婴儿立刻前往福利院，院长对金花的过往一无所知，只知5岁的她被发现在废弃水管中。当时金花情绪极不稳定，拒绝透露任何信息。院长的话含糊不清，但婴儿似乎明白了，5岁女孩在阴暗潮湿中生活，心理问题的出现在所难免。他找到那废弃的水管，探了进去，感受金花的恐惧和孤单，模糊地看到管壁上的字迹，打开手电，泪水夺眶而出，岁月痕迹在此刻刺痛心扉。他不顾一切地奔跑，只想赶到金花身边。金花泪眼婆娑，婴儿紧紧拥抱她，发誓要成为她的支撑。金花被深深打动，决心向婴儿坦白全部真相。抵达一间破旧的小屋，这是金花童年的家，她曾居住在这狭窄的壁橱中。婴儿对她的儿时遭遇感到悲痛，然而金花看起来异常轻松，仿佛这一切与她无关。她说，那些虐待我的人都已经死了，竟然是失踪的白灵。婴儿惊恐地坐倒在地。金花随后的话语不仅解答了婴儿的所有疑惑，还让他明白了真正的地狱在人间，这是一场极尽残忍的杀戮，一切都要从婴儿的父亲八野真一讲起。15年前，八野真一的罪行名单中包含了金花的姐姐，尽管姐姐表面上品学兼优，实则暗地里出卖肉体，姐姐之死成为热点新闻。她的母亲无法忍受这份耻辱，
选择了自杀，这让金花得以逃离。他在废弃的水泥管内生活了半年，终于尝到了自由的滋味。他由衷感激杀人魔八野真一，并成为了他最忠实的信徒。得知八野还有一个儿子后，他急切地靠近了他，想要目睹第二代杀人魔的觉醒。但在与魔二代相处后，发现他不过是个庸才。正当他打算放弃时，他发现了婴儿的另一个人格 B1。起初以为婴儿有外遇，后来才明白那并非他的男友。而这个男人的行为激起了金花的好奇心。B1似乎在与妓女叶子策划秘密，金花感到兴奋，以为第二代终将对妓女出手，却等了许久，叶子依旧安然无恙。他渴望知道 B1的真正目的，因此他找到了亲生父亲白灵，用虐待儿童作为威胁，迫使他接近叶子，以便打探消息，为女儿复仇，洗尽耻辱，调查解体犯罪网络。不过是金花早已策划的剧情。然而正是白灵的信息让他确认 B1无意杀戮，他深感挫败，遂决定向 B1报复，自己亲手铸造魔鬼。在 B1与白灵劫持运钞车后，他营救了被左警捉拿的叶子，将叶子囚禁于废弃小屋。白灵亲手对叶子施以酷刑。白灵在完成罪行后无法承受内疚而自我了断。金花拿出手绢，拾起被割下的叶子耳朵，作为对 B1的独特见面礼。另一只耳朵他则自己收藏，透露这一切给婴儿。还有一个更关键的理由，那是造就杀人魔的终极步骤，结束浦岛婴儿的生命。他之所以咨询心理医生，并非因为任何心理障碍，而是为了寻求分裂人格的治疗。治疗法出奇简单，便是消灭其中一重人格。但由于婴儿和 B1都非杀人之人，他决心采取连医生都不耻的残暴手段，彻底扼杀两种人格，从而诞生一个无法控制的危险存在。与此同时，娜美也察觉到了事情的异常。白灵声称左警杀害了叶子，婴儿却说有人驾车将叶子带走。这种矛盾的说法必有蹊跷。他首先怀疑白灵撒谎，遇害者家人怎可与杀人犯之子相勾结？根据办公室地址找到白灵住所，果然发现了婴儿所说的黑色威尔法。娜美立即向警方汇报了全部情况。警方依据线索锁定了确凿证据。警方还注意到白灵重新购回了旧宅，此举引发了警方的怀疑。警方迅速赶往该旧宅，却被眼前景象震惊至极。婴儿持刀与警方对峙，从他的神情可以判断，事件绝非浅显如表面所见。目前唯一可行之策，便是迅速脱离现场。不久，英一成了被通缉之人。娜美看到新闻后立即拨打电话给婴儿，但婴儿对情况一无所知，只恳求他速来救援。尽管情况不明，娜美信任正义的婴儿不会作案。然而警察四处巡查，娜美对逃脱并无把握。一阵门铃声打扰了孩子们的庆祝，男孩以为是父亲回来，打开门，却见站立门前的两位警官，其阴沉的表情让人心生畏惧。更出乎意料的是，警官们的话语摧毁了他的家庭。男孩每日遭遇孤立与霸凌，门前贴满诅咒的侮辱言语，甚至母亲亦选择了终结生命，留下墙上无言的悔恨。5名女性命丧黄泉，案件震动了全国，最终以男孩纵火自尽的方式闭幕。但男孩始终不肯相信，那位慈父竟是杀人恶魔。压力如潮水般涌来，婴儿因此精神错乱，继而诞生了新的人格 A2。此后两重人格轮替显现。A2 存在的意义在于生存，而婴儿则追寻复仇。案件疑点重重，5位受害女性均来自同一机构白兔，八野一真的工作之地。但他杀人的动机何在？警方未给出合理的解释。婴儿投入了15年的调查，然而会馆如洁净无尘，那凶手必定隐藏于名单之中。究竟是何名单？白兔会馆的客户名册记录了不可见光的诸多秘密，也是这黑色行当的保护符。然而白兔会馆的画事人花板，然而名单与案件同步神秘消失，一股阴谋的气息逐渐升腾。在花板家的一番搜寻之后，他意识到了蛛丝马迹。照片里5名男性映入眼帘，唯独长发男子左景引起怀疑。花板的消失与左景开办爱丽丝的时间恰巧重合，他由此坚信左景手中握有那份名单，因此策划抢劫左景的运钞车以制造混乱，并利用爱丽丝会馆的女子叶子在混乱中窃取名单。婴儿成功获得了名单，但未曾料到一场更深层的阴谋正在展开。名单上未见关键信息。不久，叶子的死讯接踵而至，又是妓女，又是虐杀。婴儿自感愚蠢，因为真正的凶手一直潜伏在近旁。抢劫案中还有一名同伙，一个声称为女儿复仇的受害者亲属，不论是年纪还是手法，都唯有他可能为凶。一支针管刺入婴儿颈部，他瞬间意识到四周的危机。那是 A1 的女友金花，更确切地说，是杀人犯八野一真的铁杆粉丝。因婴儿不愿杀戮，他决意将他除去。此刻任何辩解都显得无力。婴儿跌落在地，等待死神的降临。然而出乎意料的是，他并未丧命。醒来时，眼前是更为诡异且凶险的一幕。看似正直的白灵已死，设计陷害他的金花亦倒在血泊中。就在他茫然之际，警方也意外抵达现场。无疑他已落入圈套。他从楼上跳下，奇迹般逃生，尽管成了逃犯，但这让婴儿意识到真相正逼近水面。唯一合理的解释是，那屋内还藏有他人，很可能是借刀杀人的幕后黑手，目的是彻底清除所有揭秘者。而见过那人的雪村金花孤身一人。然而透视此事的是警花桃井。桃井一瞥婴儿的神情，便心领神会。此刻他领队前来提审金花。金花虽然苏醒，但尚不宜接受讯问。
与此同时，英二获悉此讯，急速赶往医院。在 A2 调查叶子遇害案的同时，爱丽丝会馆也被摧毁，娜美这才重获自由。她渴望能再次见到 A2， 亲自向他表达感激。英二不为所动，他深知 A2 不会重现。夜幕降临，英二潜入病房，布置好监控设备后，将刀搁在金花颈上。事实证明，他的猜测无误。金花原本就在等他，他策划了另一起阴谋，一个残酷且令人心碎的计划。尽管金花未透露凶手，但英二含泪微笑，因为他确信八野一真清白，抓捕凶手只是时间问题。凶手不会留金花于世，只需密切监控，凶手身份即将昭然。就在此刻，陶景出现在他们身后，情形诡异。英二不甘心遇害，陷入绝境，但情势却戏剧性转变。陶景放下手枪，命令其他警员撤离。陶景当年处理恶性案件，他也质疑英二父亲的清白。现场发现的陌生血迹，暗示当时隐匿自焚，可能是预谋谋杀。他携证据找上级袁度，但袁度禁止他深究。尽管如此，陶景未曾放弃追寻真相。他发现了一条线索，一条连他自己都难以置信的关键证据。原来当年警方能迅速锁定八野一真，群众的报告引发了调查，但报告时间引发了疑问。警方抵达是在下午4点，实际上报告是在上午11点。通过报告追查到了端倪，问题的所在终于明晰。原来值班警员期间有更换的警员6小时后才报告，涉及内部人员。陶景持谨慎态度，然而一切已不言自明，他们心中已有定论。迅速行动，陶景将新发现向袁度汇报。他们驱车赶往案发现场，娜美暗处搭建相机做准备，而英二早已在现场等候，直指袁度为凶手。找到了当年的举报者，证实了中途更换的警员就是袁度。报告出警时间延后了6小时，正是袁度栽赃八野一真的时间点。随后消灭花板，掩盖真相，他的罪行无人得知。面对英二的推断，袁度无言以对，将手枪推至英二脚下。英二满载怒火，一枪爆发，枪响鸟散，倒地的却是英二。背后黑幕是2名腐败警员，他们设局让英二留下指纹，上演一出自卫还击的戏码。娜美困惑，却明白必须逃离，被陶景追捕却没跑远。机智的娜美已上传视频到网，一键确认两警即将曝光。陶景见状放下枪，决心让真相大白于世。他曾是杰出的刑警，初入警界击破大案，前途无量。直至那封邮件的到来，邮件源自杀人魔，毁他一生。陶景是警队中的他自己，陷阱原是杀手事先设下。陶景感到恐惧无比，因此向袁度提交了辞呈。袁度却没有同意，他说他会找到解决之道，但他究竟有何计划？这时举报人再次出现，他接替了之前的接待警员。在了解到八野一真藏身之处，他抢先将其逮捕，再次也发现了备用的照片。即使此案与他无关，袁度仍未打算释放他，因为他的唯一想法是保护陶景。袁度将住所浸满汽油，营造出自焚假象，如此虐杀案的真相已无关紧要，案件告一段落。陶景也终于明白了一切，火场中的陌生血迹属于袁度，他领受了这份血色的恩情。然而总有真相会被揭露。5年前他搜查爱丽丝时，花板以顾客名单相威胁，陶景知晓这事须得有个结果，于是他结束了花板的生命。后来左景同样威胁了他，也遭他一枪置之死地。而那些挖掘顾客名单的人，也只能在此地结束生命。现在他不想与这死者多言，因为袁度已经做好了包围。他未曾料到袁度竟不敢扣动扳机，不知何时，一把闪亮的小刀已对准了他。出现的人竟是因已死去的婴儿，是防弹衣在关键时刻救了他。两人立刻扭打成一团，但婴儿非特警对手，陶景即将胜出。然而转瞬间，陶景手臂慢慢放松，小刀在搏斗中已刺入他体内。决斗的胜负已定，婴儿欲爬起，却被陶景再次拽回，耳边低语了几句后，他慢慢后退至桥边。那是陶景多年来首次真心的微笑，往昔回忆如潺潺流水在心头涌现，这份秘密终将永埋心底。陶景毅然跃入冰冷河流，随波逐流，向着汪洋深处。袁度立镜而坐，身心俱疲，他似有所悟，心生哀愁，缓缓取出手枪，紧随陶景追寻终结。陶景最终的微笑让袁度彻悟了所有，让他留在警队竟是如此错误，是自己自私造就了他的噩梦。15年前的那份深情，袁度早已深陷陶景的爱河，即使知晓无望，仍心甘情愿。他愿为陶景献出一切。然而这份自私的情感终究伤人害己。婴儿愣立当场，一切豁然开朗。小乙曾是才艺超群的孩子，钢琴旋律令人陶醉，父母对他宠爱有加。直到一个男孩出现，他的人生彻底改变。男孩是杀人犯之子，父亲出于同情将其收养，自此女儿的命运遭到颠覆。那一日，小乙欲分享考试满分的喜悦，却见父母忙于安慰那男孩，自己却被冷落一旁。男孩因父亲罪行而饱受欺凌，小乙尝试去理解接纳他，然而男孩并非表面那般简单。他发现男孩夜半窥探电脑，私藏秘密，正欲揭露给父母知，却遭男孩持刀相威胁。他曾数次向父母表白真相，但男孩的伪装欺骗了他们，于是他成了被忽视的角落之虫，对男孩的憎恨日益加深。直到15年后，命运终于迎来转折。那一日，
婴儿携女友拜访了他的养父母，两人热络的与我寒暄，目睹婴儿幸福的笑颜，我感到复仇的时机已至。他们离家后，我悄无声息的跟随到一间隐蔽的密室，亲手终结了金花的生命，将刀子置于婴儿手中，让他误以为自己杀害了所爱。未料到的是，金花被及时救治，生还。于是我来到医院，即便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，欲让婴儿在悔恨中度日。然而这笨拙的行凶方式很快便被警方揭穿，出乎意料，这却无意中助了弟弟一臂之力。长埋的真相终于揭晓，在浦岛家，父子俩正商讨重要事宜，婴儿因小乙之事向他道歉，亲口坦诚曾威胁姐姐。下一刻，他却突然用小刀刺向养父手掌，血腥气息瞬间弥漫整个空间。婴儿怒目圆瞪，怒火中烧，养父却淡然抽回刀刃，询问此刻应有何表情。事实上，他无法感受痛楚，这也是他屡屡受伤的原因。但如何能证明他就是凶手？他对疼痛的追求执念深重，所有人都被误导了。那案件关键并非仇视妓女，而是凶手在受害者痛苦中找寻快感。婴儿抛出一张照片，展开自己的推理。养父在16年前开始丧失痛感，连环虐杀案也是那时发生。通过杀戮以感受痛苦，是他杀人的动机。但他应选择何种人作为目标？身份不明的妓女成了首选。养父因而盯上了白兔会馆的混混八野一真。他得知八野助妓女们潜逃，遂积极伸出援手。自此，八野成为引领妓女逃离犯罪组织的人，养父则负责他们逃脱后的安顿与生计。所有受害者遗体均在奇遇被发现。然而，养父当时正游历北海道，看似铁证如山的不在场证明，但他们真的是在奇遇丧生的吗？婴儿曾询问养母，旅行归来，只有养母与小乙搭机回家，养父则借出差之名行赴奇遇。你在奇遇究竟干了何事？恐怕是去捏造犯罪现场。紧接着，婴儿摊出一张照片，成为定死养父的决定性证据。照片里的女子小玲是第5位受害者，也是雪村金花的姐姐。失踪前夕，她赠予金花一串数字，声称能助其摆脱苦难。随后，他便径直前往那串数字所指之处——北海道。后来，婴儿查询了金花的行程记录，确认数字源自北海道的一家酒吧，正是八野临时安置妓女之所。该酒吧老板娘曾是白兔会馆妈妈桑。照片拍摄时间值得关注，与养父北海道之行完美对上。恐怕那位妈妈桑曾目睹你的面容，这也是你威胁讨警的原因。急于结案，八野成了最佳替罪羊。你指引八野藏身于所谓的安全地，却早已在那留下勒索信。不论是讨警或原度，信件一旦被发现，便能确定八野为凶手。养父虽对杀人事实供认不讳，但对婴儿的推理显不甚满意。他自幼便缺乏痛感，初次施虐的对象是一只小猫。随着时间流逝，施虐猫已不足以满足他的渴望。正如婴儿推断，他确实利用了八野。八野之所以施救，也是受他唆使，源于他内心的虐杀冲动。不过很快，连杀戮都不能带给他喜悦，遂又构思出新的手段，将凶案栽赃给八野一真，编出杀人恶魔净化妓女灵魂的传说，并广为人知。八野一真遵循设定的脚本，直至终章仍是那个淳朴的愚人。按其脚本演进，八野一真注定家破人亡。结果正中他的下怀，八野家无一人得以平安。得悉婴儿患有精神病，他兴奋地将其领养。婴儿愈苦，他愈能感受到痛楚。相较于亲女小乙，他更偏爱那疯狂的男孩婴儿。这正是他剧本的终幕，让怀恨的婴儿亲手了结自己，因而获得至高无上的快感。地板上散落3个弹孔，而养父的头颅却未受伤。他追问婴儿为何不将他击毙，婴儿却将手枪抛弃，陷入疯狂之中。他渴望杀死这恶魔胜过所有人。或许是真相的揭露，让婴儿明白自己并非杀人魔的后裔，也最终认识到父亲始终是善人，这才使他制止了自己的犯罪冲动。